我们先到影片下方的资讯栏里面点击地图的连结，就可以打开地图了。地图呈现的是这样，按照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分别用不同颜色的标针来代表它们。我们先把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的都关掉，但是保留推荐餐厅、推荐的餐饮处所。保留推荐的餐饮处所呢，我们在每一天的时候，在行程当中就可以看到各个不同的路线上的餐饮点。如果我们点击当中的一个标针，它就会显示那个标针，同时会在标针的周围呢打上白色的圈圈。按第二个点一样的，它会显示白色的圈圈，同时出现照片跟这个点的说明。我们再试试看。第一天呢，总共有5处景点，就像栏目上所显示的一样。我们可以放大一点，那么我们会注意到这5处景点呢，都在威尼斯本岛的北边这个区域里面。现在所看到的是2个餐饮点，我们点当中的一个，这个是专门卖杂物的海鲜杂物，这个呢则是典型的意大利式餐饮。在下面呢说明栏里面有标定餐饮的格式以及是否有素食的选择。那么其他第二天也是这样的，比如说点第一个点，它就会显示说明，在点的蓝色标签上面会有白色的圈圈。那么这一天有7个点，我们再回到利亚多桥去看，一样的，它有说明跟照片。我们点选编辑，它就会呈现这样的形态。那么在这样的形态里面，我们可以点击分享。分享栏的选项里面呢，上面2个都要打勾。如果我们只打勾一个，就没有办法完整的把这个连结呢分享给别人。我们点下复制就可以关闭了。我们打开任何的社交软体，比方讲在 LINE 上面登入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刚才复制的连结呢传给朋友，在输入栏里面贴上刚刚复制的连结，然后传送出去。朋友就可以透过这个连结呢，点选这个连结，就可以分享我们刚才制作的地图。当朋友收到讯息之后呢，他打开这个连结，当然呢，我们在这里也可以随时点选朋友的联系栏，然后再点选那个连结的时候，我们就一样可以分享这个地图的。我们的朋友在收到这个连结之后，只要点选，就会在手机上呈现这样的画面。接着点选下面的查看地图图例，就会在他的手机上看到跟我们在电脑网页上看到完全一样的图面。一样的，我们把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关掉，先来看我们第一天的行程。一旦打开，回复到上一页，我们可以看到在威尼斯以及周边的离岛上，唯一显现的第一天的行程5个紫色的点呢，标针点也是一样很清楚的展示在这里。那么一般呢，我们都以 Vaporetto 就是水上公共汽船的站点作为起点。为什么呢？因为在威尼斯主岛上6个区域之间，如果靠走路，说实在有点远，而且路面呢不是全部都平整的，所以呢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搭乘水上公共汽艇、公共汽船来在各区之间活动。像这第一天的行程呢，我选择的起点呢，就是刚才提到的 San Marculla Casino B 这个码头。
第二站要去的就是我们景点上最右手边的这个点。如果仔细看地图的左下角，它还有沉浸式的导航。说实在话呢，经由查证呢，现在威尼斯地区已经有实景导航了。就像我在前几个月做的那个，去年6月份做的吧，有一个行人实景导航，那个就不会在原地绕圈圈，很快的就可以找到我们要走的方向。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我影片当中的行人步行或者是步行实景导航，谷歌地图步行实景导航。接着我们加第二个点，先点选手机画面右上角的3个指点，接着在下拉选单当中点选第2项的新增停靠点，然后选择目的地，点选在地图上选择地点，在手机荧幕上上下左右滑动手指，直到红色的标针与下一个点重叠，按下右上角的确定，以在地图上选择目的地的方式，就是新增一个点，新增停靠点，用地图上选择位置的方式，就是把那个红色的标针呢指向我们要去的下一个点。那一般行程的安排呢，相同的一样的是运用地图选择，有没有这个红色的标针，用手指头在手机荧幕上左右滑动，把红色的标针移到我们要去的下一个点的这个紫色标针上面，有没有选择在地图上选择地点，它就会出现这个画面，把红色的标针跟紫色的标针，也就是下一个点呢重叠在一起，然后按确定，它就会自动加到下一个停靠点去。以此类推，1、2、3、4，直到第5个点。我们这一天总共有5个点嘛，我们选择的这个是第5个点，有没有？它就自动加入进来了。那这当中我们在路线上，现在到最后一个点结束的时候，一天的行程要结束之前，我们要到另外一家餐厅去准备我们外带的晚餐，带回酒店去吃。所以总共7个点的安排，包含中餐呢，包含晚餐的。最后的目的地我们还是回到了渡船码头，公共汽船的码头，所以把红色的标针指到码头上面，把它加进去，接着呢点选完成。这就是一般自己安排当日路线的方法。那这样呢，因为行程的安排，尤其在步行走路的时候实在是不适合走闪电型的或者是往复的单线路程。最理想的是像这样一个圈圈把所有的景点都安排，不走回头路，这样的方式是最合适的。我们可以看到呢，总共其实只有 2.4 公里，如果全程不停走完，也不过是半个小时的路程了。那么这里要说明的不再是前面已经讲过的路线的一天的路线的圈形安排，圆圈形的安排。主要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威尼斯本岛有6个区嘛，6个区之间光靠走路的话实在是太远，那最方便的方式就是运用 Vaporetto， 也就是水上公共汽船，来作为我们每天的起始点。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看点选这个第一天的起始点，起始跟终结点，这个 San Marculla Casino 码头。我们一旦点下去，会看到在这里有3个航线，分别是 N 2号航线跟1号航线。我们把3个都点亮，它就会显示有没有2号 A 1号航线。我们缩小地图，
就会发现这个从圣马可广场出发，就是这里，从圣马可广场出发，由于船都是左舷，有些是左侧停靠码头，所以所有的航线我们看到的都是逆时针方向行进。透过1号、2号跟 N 航线，它可以完成一个这样的往复线。我们实际上应该以圣马可广场作为所有在威尼斯岛交通的这个中心点。我们可以看到圣马可广场周边有这么多的码头，这每一个码头站点，如果我们点下去，就会发现到每一个码头都有不同的航线，而且下面它会告诉你每一条航线几分钟，这指的是当地时间这个就是我们在已经亲临威尼斯的时候，你点任何一个码头，它都会显示它的航线图，跟从当时那一刻几分钟以后会发车，会发船Vaporetto 会从这里开往哪里？有没有看到这个 B 航线？它从圣马可广场出发以后，它可以到 Murano 岛，甚至还可以到马可波罗机场。那至于购票的方式啦、船班的时间啦，都可以到现场的时候在机器上购买，在时刻表上面查询了。OK， 我们再回到圣马可广场，这么多的航站，只要点选一个，它就会显示这个码头有哪些航线。比如说 5.1 它是绿色的，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各个路线针对我们要前往的目的地，它都有 Vaporetto 通传的。5.1 就是绿色的，它的航线标示在地图上就是绿色的。如果是我们点选14号线，它是橘色的，有没有？它就会显示它会到 Gazzavio， 最远到 Gazzavio。就是 Vaporetto 真的这个交通系统这个水上公共汽船的这个交通系统实在是很方便的，虽然速度慢一点，但可以欣赏沿途的大运河风光还有各个岛区的沿岸的风光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交通选择了。那打比方讲，如果我们选择在民宿选择很多，然后住宿费也比较便宜的 Giudecca 岛，我们点选这个码头 Redentore 码头，有没有发现到它在这个时段别的航线都很繁忙的时候，它就不如平常繁忙。为什么？因为晚了。这个岛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住宿选择点。Giudecca 岛呢，如果我们住在这里，只要搭乘1站到2站，看我们住在哪个区。比如说我们住在这个区，就是 Redentore 这个区，它就只要2站，搭乘直线的 4.1 号或者 4.2 号，1站或者2站，它就可以到圣马可广场，很方便晚上黄昏回到 Giudecca 岛，在我们住宿的旅馆旁边，前面靠水边，点一杯饮料，要一份点心，隔岸可以看整个圣马可广场区的夜景，也没有观光客的打扰。主要的原因呢，就是 Vaporetto 早上5点到午夜的12点都有船班，来自于本岛的或者当天来回的这些观光客，这个时候都已经回家了都已经踏上回程，而不像圣马可区早上最早6点钟开始就有观光客涌入，晚上最晚呢到11点还有观光客流连了，比较不适合居住。这个地图用一阵就熟练了啦。那以上是关于怎么运用方便的 Vaporetto 系统就是水上公共汽船的系统。那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咯，谢谢您的观赏。